到了秘鲁的第一天，我去了一家餐厅，吃了秘鲁炒牛肉。这道菜啊，也是秘鲁的国菜，是一道在秘鲁很有名的菜。可是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不是中国菜吗？吃起来啊，就像中餐一样。你们好，我是 Bella 老师，好久不见。不久以前我去秘鲁旅行，你们知道秘鲁在哪里吗？秘鲁呢，在南美洲，是一个离台湾很远的地方。可是呢，秘鲁呢，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国家。因为呢，在那里有很多很多有名的地方，比如说这里马丘比丘，这是一个在山上的老城市。比如说这里彩虹山，有很多不一样颜色的山，这些啊都是秘鲁有名的地方。但是啊，在旅行的时候，除了拜访这些漂亮的地方，我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啊，秘鲁菜吃起来真的很像中国菜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在秘鲁吃了哪些菜。还有秘鲁菜跟中国菜的关系是什么？我还会告诉你，我吃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到了秘鲁的第一天，我去了一个餐厅，吃了秘鲁炒牛肉。这道菜啊，也是秘鲁的国菜，是一道秘鲁很有名的菜。这道菜呢是蔬菜炒牛肉，常常呢跟白饭一起吃，有的时候呢还会加炒蛋和马铃薯。我吃的时候就觉得，这不是中国菜吗？吃起来啊就像中餐一样。接下来几天啊，我又吃了很多食物，吃起来啊都很像中国菜，所以我就非常好奇，为什么秘鲁菜吃起来那么像中国菜呢？我上网查了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有这样的一段历史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个时候呢，秘鲁需要很多人帮忙工作。那个时候啊，秘鲁已经没有黑人的奴隶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做，比如说种田、挖矿，还有建造火车、铁路这样子的工作。所以呢，秘鲁的政府啊，到了澳门设了一个地方，想要找更多的中国人到秘鲁工作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些中国人去澳门，一些人呢去澳门工作，一些人去澳门赌博。有些人输了很多很多钱，没有钱回家。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对他们说，喂，你现在没有钱了，要不要去秘鲁工作啊？你可以赚钱，也可以寄钱给你的家人哦。所以啊，这些中国人就坐船到了秘鲁。他们坐船坐了很久，大概3个月、4个月才到。到了之后啊，他们开始做很辛苦、很辛苦的工作。后来呢，秘鲁的政府想要找更多的中国人到秘鲁工作，所以呢，他们到中国去找更多的中国人。慢慢的呢，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好。
所以呢，他们在秘鲁做生意、开餐厅。因为啊，他们很想念家乡的中国菜，所以开始用当地的食材做饭。最后呢，这种菜变成了一种新的菜，叫做 chifa。那为什么叫 chifa 呢？那是因为中国人常常会说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秘鲁人听到了就把这个声音记下来，慢慢的啊，chifa就用来叫中国的餐厅。所以呢，现在在秘鲁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chifa 餐厅。除了中国菜，我在旅行的时候还发现一些秘鲁菜吃起来很像日本菜。前面我告诉大家，我去了那个很有名的地方叫马丘比丘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长竟然是日本人。他呢到秘鲁工作，后来啊也帮助了秘鲁很多很多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很吃惊，为什么在这么远的地方会有日本人呢？后来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也有很多日本人到秘鲁生活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秘鲁有很多的土地，可是啊，没有足够的人工作，所以呢，他们和日本合作。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呢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可是没有足够的土地。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日本人听到，如果去秘鲁工作3年，就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回日本。所以啊，大家都坐船去了。100年过去了，现在的秘鲁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日本移民。在南美的国家中啊，巴西的日本移民是最多的，再来啊就是秘鲁。所以啊，除了中国菜，在秘鲁有一些菜吃起来也很像日本菜。比如说啊，我吃过一道菜很像咖喱，有饭，上面有咖喱酱和肉，还加上薯条，跟日本的咖喱饭吃起来很像。另外一道菜呢，是我在秘鲁最喜欢的食物，叫做 ceviche。看起来呢像这样用柠檬腌制的鱼，吃起来啊就像日本的生鱼片一样，非常的新鲜好吃。所以啊，现在的秘鲁菜其实很特别，他们用中国的做法和日本的做法，加上当地的食材，就变成了特别的秘鲁菜。最后呢，我要分享一道我觉得最特别的秘鲁菜。我和朋友在秘鲁旅行的时候，发现啊，餐厅的菜单常常出现这道菜，看起来很健康。这道菜啊，有2种肉，一种呢是鸡肉，另一种肉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，吃起来啊比较硬。和平常我们吃的肉都不太一样，我们越吃越觉得奇怪，所以我们就问了服务生，没想到这个服务生告诉我们，那个是天竺鼠，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惊讶，因为在很多的国家，天竺鼠是很可爱的宠物。但是在秘鲁，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食物。很久以前啊，秘鲁人开始吃这种动物，因为天竺鼠很小，养起来啊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和很多的食物，而且长得也很快，所以啊，对当地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菜。这道菜的背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听说啊，很久以前，中国的官员第一次到秘鲁，
地的人啊，为了给中国人试试看特别的菜，因为啊，他们觉得中国有更多更有意思的菜。后来想了很久，决定让他们试试看天竺鼠。没想到啊，这道菜后来很受欢迎，变成你到秘鲁一定要试试看的秘鲁菜。所以这次去秘鲁旅行，本来我觉得最让我记得的会是那些漂亮的风景，比如说马丘比丘。但是最后让我最难忘的却是秘鲁的食物。因为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一个离台湾这么远的地方，竟然可以吃到自己最熟悉的食物。好啦，今天说的这些秘鲁菜，你最想试试看哪一个呢？哪一道菜看起来最像中国菜呢？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秘鲁，你会想试试看天竺鼠吗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